你们知道不？婚纱照这个事儿属于国粹，在国外是没有的。我和我老公当年结婚，虽然是在铁岭，也没照结婚照，因为在外国人的文化中，新郎必须得等到婚礼上才能看到新娘穿婚纱，如果在婚礼前看到了，是一件非常不吉利的事儿。而婚纱照肯定不能穿秋裤照，所以当时就没照。所以国外的结婚照呢，它就不是摆拍，是婚礼现场找摄影师抓拍。那这玩意儿风险就特别大。比如我婆婆的婚礼，婚礼上我公公喝多，跳舞时候把门牙磕掉了，一共就留下4张结婚照，1张有牙，1张没牙，2张满地找牙，导致这个婚纱照的美感呢断崖式下降。所以他们这种拍法风险就很大嘛。咱们的结婚照没照好可以删了重拍，他们的结婚照没照好那只能离了重结。所以呀，这婚纱照它属于国粹。那你知道国粹中的国粹是啥？是古装婚纱照。我和大胖媳妇今天结婚7周年了。那结婚之前你说不拍，他说不吉利，那都7年了，都刺挠成啥样了，总可以拍了吧？还能不吉利到哪去呢？所以今天去补拍的嘛。结果一到照相馆，我老公对婚纱照毫无兴趣，就要上古装。他说他在中国一直有一个古装穿越梦。我说哎，那你们加拿大就没有专门照古装照的地方吗？他说我们建国一共150多年，我们的古人还健在呢。我姥爷应该就属于古人了，我在加拿大都属于中古。你看人家墙上我姥爷那照片，那就是我们的古装照，除了裤腰带、提发卡、就纹，没有什么区别。哪有你们这古装照这么酷炫？所以他就是要拼古装，上来就挑了一套瞅着最贵的衣服，披上就问我，哎，有没有霸王别姬的感觉？我说霸王别姬有，但是你不像霸王，说出来呀都不好意思。你能看出来吗？人家摄影师本来给俺俩设计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但是我家宝玉太胖了，肺部那个宝玉服呢，正着穿胸毛太碎，反着穿全裸后背。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地上坐着个杨妃。人家照相馆一共10多套古装，就没有一套能完整的全套穿衣。别人混搭的是色彩，他混搭的是朝代。最后他是头顶着安禄山的帽子，脚踩着贾宝玉的鞋，系着狄仁杰的腰带，打着苏培盛的结，里面是梁山伯的衬裤，还印着祝英台的蝴蝶。我女儿问我爸这套行头是哪个朝代哪一年？我说你爸这身行头上下5000年。我女儿说我的爸爸像发现新大陆的外来使节，当古代外宾的。我说你的爸爸更像是波斯上贡的闭眼侍妾，用来进贡和亲。他这一个人乱了，我们都没法搭他，最后都是瞎穿。我像林黛玉的丫鬟宝娟，我女儿像民国冷清秋，我儿子像弼马温。别人家金婚照才能达到的效果，俺家今天就完成了，一个照片4代同堂。今天我给大伙讲讲，就东北这个酷炫的婚庆文化是如何震慑住我的外国友人，以至于他们到现在还以为我是一个低调的石油公主的故事。我和我这大胖媳妇在东北大铁岭这场婚礼，当时不是来了一些外国朋友来参加婚礼了吗？热情的铁岭人民在婚礼的前夜，给这一群人给我喝丢好几个，有浴池吓跑的，有爱上搓澡的，有 K 歌之王的，有醉拳战狼的。今天咱们唠聊婚礼当天酷炫的东北婚车文化是怎么把他们逛到癫狂的。我不知道别地方啥样啊，反正在我们辽北就结婚都雇婚车，雇婚车组成一个车队去接亲啥的。那雇啥样的车呢？基本上是就是车漆比较亮的，车牌比较浪的，司机比较壮的，天窗比较旷的。俺家当时也是觉得嘛，面上事别差事儿，你雇了10台奥迪车。但现在婚礼跟以前不一样了，参加婚礼的人都不用你雇的这婚车了，人家都自己开车上饭店了，对不？所以这10台奥迪车就没人坐。然后我二姨就来招了，你看花这老些钱雇着车，不能让车空车跑，不吉利。正好那不有10个老外吗？一车塞一个，让他跟着逛上去呗。这铁岭风景是好，然后就临时决定这10台奥迪开到就是宾馆，把这些老外接着，然后让他们跟着这车队去逛铁岭。说是铁岭风景优，10台奥迪逛延州，为啥一车塞一个？说到底是因为抠。完婚礼那天早晨呢，我二姨就带我小弟去这个宾馆去接这些外国人去了。然后这人从宾馆一出来呢，门口刷一排刷齐10台奥迪车，给吓得一忽悠。完我二姨也是急性子嘛，人是能张罗事儿的人，就是来一车上一个，来抓紧时间咱们走。但这些外国人呢就全蒙圈了。发生了什么？这位美丽的女士是谁呀？我为什么要跟她走？张彩玲呢？新娘呢 ？Jamie 呢？新郎呢？哦，相信我可以发誓，我亲眼所见，新郎在早晨5点钟的时候就被人带走了。完这时候艾莎又发问了。哦，亲爱的，我有一些焦虑呢。咱们又不认识这个人，也不认识这个车，如果上车了以后被绑架了怎么办呢？但他对象还算清醒。哦，我的甜甜圈，别傻了，想绑你雇一个皮卡就够了，为什么要派10个奥迪呢？完这艾莎就不依不饶的一堆问题。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杀伤力和破坏力指数极强的东西，醉汉开的拖拉机，疯狗生的起床气，婆媳演的宫斗戏，绿茶婊的彩虹屁，媳妇看的李佳琦，老公顾的新闻密，这些虽有杀伤力，震慑不了黑土地。敢问东北最怕啥？最怕碰着大墨迹。完他们就是一个接个的，就是这个蓝猫淘气3000问似的，一顿问。关键是我二姨和我小弟啥也听不明白，给他俩墨迹完了，我二姨撂话了，给他整上车走。然后我小弟基本就是以挟持的方式吧，就不管他咋聒噪，就一车塞一个，然后车队就走了。
这时候呢，就发生了2个误会。我结婚的那天呢是好日子，就满铁岭到处是结婚的，就是整个铁岭人民就指那天结婚的。但他们不懂得挑日子结婚这事儿啊，他们就发现从早上上婚车一直到婚礼办完到晚上，就整个铁岭城啊，就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他们就以为就整个铁岭城全天都沸腾，只为张彩玲今天盖头蒙。第2个误会是啥呢？他们不也不懂得雇车这事儿吗？就他们以为就整个我这婚礼的婚车，从头车到后边这10台奥迪全是俺家的。反正怎么说呢，就他们对我的这2个误会呢，我也没有那么积极的去澄清。反正现在在他们心中，我就是老好使了，就我就是一个低调的石油公主嘛。完这雇车的钱不能白花嘛，所以就这车就让你使劲开，就从这个新区开回老区，跟这个新郎的头车接头了以后，然后又从老区再咣咣当当就开回新区，给这些外国人在车里头全逛得睡着了。就艾莎没有。这婚礼不是会收到一些红包吗？就我二姨为了保险起见，就让我二姨夫回家去取他家那大保险箱，然后呢。我二姨夫就不小心被落到老区了。艾莎坐的呢是最后一台奥迪车，我二姨就给这个艾莎那司机打电话，让他折返回去捡我被遗落的二姨夫。我二姨夫呢又带上我老姨夫，他俩长得一黑一白，上车了。艾莎吓得给对象发短信：亲爱的你在哪里？我迷失了我自己。666车被调离，上来海尔2兄弟，2人不言也不语，抱个铁匣笑嘻嘻。哎，你敢不敢相信啊？我跟大胖媳妇居然很有可能阴差阳错，至今未婚。说你都不敢信，咋回事呢？温迪的计划呀是年前办签证，然后24号，也就是昨天来中国。结果办签证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么一个谁也不曾想到的乌龙事件。大使馆签证处看完温迪的文件说，我跟大胖媳妇的结婚证扫描件没有公章，没有法律效应，而我婆婆要办的是探亲签证，需要我作为中国公民给她发邀请函。也就是说呀，这个受理需要2个充分且必要条件：一要证明大胖媳妇是温迪的儿子；二要证明我是大胖媳妇的媳妇，合法夫妻。结果啊，好巧不巧，俩都没证明了。首先要证明这个母子关系，我婆婆带去了出生证明，人家打开没有大胖媳妇名，我婆婆都懵了。那不对，她是我生的呀。完给她老公我公公打电话才明白，原来她家这个出生证明啊是我公公去办的。那我公公不是他亲爸吗？然后我公公当年给我这俩小姑子办出生证明的时候呢，大胖媳妇已经好几岁了，那老头当年嫌费劲没给他办，然后后来就忘了。也就是说他家的户口本上没有他。然后我婆婆就回家找大胖媳妇的出生证明，他呢也不是没有证明，他就医院给他发那种随机的证明，没有父母名。也就是说大胖媳妇的出生证明啊，只能证明他出生，不能证明被谁。哎，就是说这个大胖男婴啊，那一天的确在温哥华出生的，声音不详，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他这个跟温迪这个母子关系目前是无效的。然后他跟我结婚了这个事儿呢也无效，具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原件在北京呢，我们现在回铁岭了，我们得等过完年回北京找着结婚证原件，看看为什么上边没有公章。完我呢是有点上火，因为我觉得我婆婆只要来戏肯定挺多。关键呢，我婆婆这次要跟我小姑子一起来，然后我小姑子跟我说好几回了，此行吧别有目的。她觉得中国小伙挺帅的，想来这儿找对象。我说我肯定帮你找，结果现在俩人都得重新办。然后大胖媳妇呢有点反常，多心了，这个人开始歪了。人家俺家全家初2聚餐，全家都热闹提酒，推杯换盏的，他也不参与。我就怼他，我说全家都敬酒呢，你咋不融入呢？他说我也不是你家人啊，我就是个外宾。然后就跟我歪上了，说哎，这些年咱俩干啥呢？张彩玲玩呢？你这结婚证都没有公章，那8年前你领我去的是个什么地方呢？是不是一个办假证的窝点啊？当年我傻呵的跟你在那屋照张照片，我以为我成为了你的老公，没想到被你牵成了旗下艺人。我这还巴巴跟人说我是你大胖媳妇呢，结果只是你的胖女朋友。我说你这咋还歪上了呢？那没有公章我哪知道咋回事啊？再说你担心啥呀？咱俩孩子。他说对呀，有俩孩子，那我咋不担心呢？有了名分我是孩子他爹，没有名分我就是未婚妈妈。总之吧，这2天坍塌了，内心嘶吼着痛苦的独白：我在哪儿？我是谁？在加拿大不能证明自己是谁，在中国也不能。我说你转移一下注意力，咱俩看电影去吧。他爱看电影名，哎妈，你找这电影都骂我，流浪地球。